提起鸽子消瘦，朋友们自然会联想到鸽子生病了，或者是大病初愈，还有呢就是营养不良，鸽子吃不饱，像这个情况呢都能引起鸽子消瘦不长肉。但是今天我要说的呢，却不是这样的情况。近期有不少朋友在问我，他说我的鸽子无缘无故的身体一直在消瘦，原来体质很好的，现在越来越瘦，越来越瘦，吃食也正常，拉的粪便也正常，精神也还不错。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就光吃不长肉呢？今天就这个问题呢，我想简单的和朋友们聊一聊，排除了鸽子生病和营养不良吃不饱这几种原因不说，鸽子再消瘦，可以断定肯定是与它的体内虫有关。鸽子的体内虫大概有哪几种呢？我只说主要的几种。鸽子的体内虫，首先是蛔虫，蛔虫对鸽子的危害是最大的。还有呢，钩虫、绦虫，还有线虫、球虫，这几种呢对鸽子的危害都比较大，尤其是蛔虫。为什么体内虫会引起鸽子的消瘦？大家都知道，鸽子吃了食物，经过消化以后，它会进入肠道，它由肠道吸收粮食的养分，供应到身体的其他器官。这些体内虫呢，恰恰就是附着在鸽子的肠道上面，在肠道壁上面，它们就把鸽子肠内的营养摄取了。鸽子吃食物的营养呢，都被这些虫摄取了。那么鸽子光吃了食里面营养都被它们吃了，鸽子自然长不胖。这就是体内虫使鸽子消瘦的原因。还有一个呢，体外虫也能影响鸽子消瘦那个不是很明显。为什么呢？体外虫生活在鸽子的体外，它能引起鸽子的瘙痒不安，鸽子呢得不到很好的休息，也能影响它的身体健康那个影响不是很大，但是也有影响。关键是体内虫。那么体内虫怎么做？那肯定是要清除体内虫。清除体内虫，我以前就说过，方法很简单，你买来药物清理一次就可以了。一般呢，幼鸽在2个月左右2个月到3个月做一次体内虫的清理，以后长到5、6个月的时候再清理一次就可以了。1年清理2次，你的鸽子健健康康。如果你发现你家里的鸽子什么都正常，就是不长肉消瘦，那么你把鸽子的体内虫清理一下保证你的鸽子健健康康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关于这个鸽子什么都正常就是不长肉这个话题，我就说到这里了。谢谢朋友们对我一贯以来的关心和支持，朋友们，下期见。朋友们，你们好。有一些朋友在问，小鸽子下窝前后究竟该怎么管理？我今天呢，简单的说一下我的做法。小鸽子在下窝前，给他们做毛利虫、念珠菌、口黄的预防。这个呢，绝大多数的朋友都知道，但是有一些新手朋友不知道我提醒一下，在小鸽子下窝之前，用口黄毛利剂给小鸽子做一个毛利虫、念珠菌、口黄的预防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被我们很多朋友忽视了，尤其是一些新手朋友，就是在小鸽子下窝之前，一定要学会独立，自己会吃，自己会喝，这样小鸽子下窝以后就没有气节。朋友们如果经常看我的视频就知道我是怎么做的。看一看我在每个巢箱上面都挂了一个食槽，一个水盒。朋友们都知道，小鸽子出窝10几天以后，老鸽子又下夹窝蛋，一只老鸽子很难把小鸽子喂饱，因为出壳10几天的小鸽子食量变大了，里面放一个食槽，里面放上粮食，小鸽子饿了，它看到老鸽子吃，它就会吃，它吃过粮食，它会在里面喝水。在没下窝之前，它已经学会了吃粮食，学会了喝水，下窝以后就不存在有任何的应激反应了，这个是最关键最关键的。我们有一些朋友说，鸽子下了窝以后消瘦不吃，其实那个是鸽子不会喝水，
它饿了呢，看到其他的鸽子吃，它会去吃，但是它不会喝水，导致它消瘦，不吃了。有一些朋友像这样把鸽子都快弄死了，以为是发生了什么病，啊，去给鸽子去用药。在小鸽子下窝之前，让它学会吃与喝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这个小细节啊，一定要注意。至于下窝以后怎么管理，有空我们再聊。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上一次呢，我说了这个夏季怎样放蚊蝇。现在呢，有些朋友呢就在向我反馈，那个药物喷雾啊，防蚊蝇呢，效果是不错，但是呢有点麻烦，你还要把鸽棚里的鸽子全部赶出去，才能使用那种方法。那我的种鸽笼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种鸽在里面，你不能把种鸽全部抓起来吧，它在孵蛋，它在孵小鸽子，那种方法呢就不好使用了。啊，的确，那个对赛鸽是可以的，对种鸽呢是不容易做的啊。使用蚊香，蚊香时间减长了，尽管专家说对人体无害，但是毕竟它是蚊香，对鸽子的呼吸道多少会有一点影响。灭蚊的呢，杀灭蚊子的效果是不错，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，它能招揽远处的蚊虫，反而到鸽笼这边来了。有朋友就在问，有没有一种既安全也有效果的灭蚊方法？其实我以前就说过，那个中药驱蚊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，我鸽棚里面就挂了。那个里面呢有几十种中草药，能够达到驱蚊的效果。今天我再向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到的一个方法啊，不知道城里的朋友也许都不认识啊，我们农村的朋友呢随处可见，尤其是马上过端午节了，我们这里有个风俗，家家的门上面都要悬挂的一种草，叫什么呢？艾蒿，也叫艾草，这呢也是一种中药材。这个怎么做呢？你把新鲜的艾草晒干了，把它切碎，装到布袋里啊，悬挂在鸽棚里，多挂一点啊。艾草的芬香呢，人闻了非常舒服，但是呢，蚊子却怕那一种气味，闻到它就会跑啊。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。艾草呢，烧成热水，在这鸽笼里面气架上到处会喷洒，种鸽笼也可以用，无毒无害的。蚊子闻到那种气味就会跑啊，虽然不能把它杀死，但是蚊虫呢就不敢再接近啊。其实风油精也可以使用，要说安全，艾草驱蚊，风油精驱蚊啊，这几种方法呢是既安全又无害的，朋友们可以去试一试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，朋友们，下期见。朋友们，你们好。这个连绵不断的阴雨已经下了10多天了，鸽子呢只能关棚，不能放飞。像这个时候，尤其要注意鸽子的健康，我们一定要勤观察，随时掌握鸽子的健康情况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积极的做好预防措施。像现在这样的连绵阴雨的天气里，鸽子最容易发生什么疾病？第一个就是呼吸道，第二个单眼伤风，第三个肠道不适引起拉稀。这3种疾病是在当下这连绵不断的阴雨条件下的主要的疾病。其次还有鸽痘，也容易大面积的感染鸽痘。我们今天不说治疗，今天我们说怎么预防这几种疾病的发生。你说保持鸽舍率干燥，这个连绵不断的阴雨天你已经做不到，那么怎么预防呢？我今天说个最简单的，
1个礼拜给它喂2次活菌王。喂这活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保护肠道。首先保证呢肠道不会发生疾病。如果你的鸽子肠道发生疾病了，出现拉稀了，它的抵抗力下降了，其他的疾病就会跟着而来，你像大肠杆菌、沙门氏就随之而来了。首先要保护好它的肠道，还有呢，预防它呼吸道的，你像毛胡尔合阴、呼吸镜、呼菌镜这些你要给它预防1次。你把呼吸道预防好了，也就不会出现单眼伤风的情况了。饮水除了我说的活菌王之外，适当的喂一点醋蒜水，醋也就是我们的食用醋，但是呢最好是苹果醋，你要买好一点的醋，不要买那个捞的醋。大蒜，你把大蒜切开，切成片片，氧化5分钟以后，放进醋里密封浸泡24小时以后，加入适量的醋蒜水，放在鸽子的饮水里，那样可以杀菌，保护鸽子的肠道。朋友们千万不要怕麻烦，这个阴雨天气，经常到鸽棚里面查看，防患于未然。好的，今天就这个长期的阴雨天，怎样注意鸽子的健康，怎样预防鸽子的疾病发生，我就简单的说了一下。朋友们，谢谢你对我1贯以来的支持，下期见。